我爷爷是部队大佬，父亲也是将军，可我不仅不去部队发展，反而开启了军校。什么开办军校？你小子脑袋没发烧吧？苏伯涛拿着一份文件，满脸震惊地望着自己的孙子，后者很没心没肺地坐在椅子上喝着茶。你放心吧，老头，大不了我失败再回来跟你混部队呗。你。小然那臭小子在你那呢吧？他是不是要办什么军校？你一定别同意，拦住他。我知道了。我爸的电话，所以您是打算拒绝我？苏国涛沉思片刻，反而低头刷刷刷在上面签了字。说好了，这事你要搞砸了，就乖乖滚回来，继续在部队待着。放心吧，老头，我不会给老苏家丢人。记住，在你回来之前，家里不会帮你一次。苏然头也没回，直接离开了办公室。这臭小子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，不过看他这样子，这次好像认真了。原来苏然穿越到了华国军府最厉害的家族。自己老爸是华国某军区的将军，而他的爷爷更是一名老将军。本想躺平享福的苏然，却遭到童子哥的降临。激活超级军校系统，恭喜宿主军校申办资格已经通过，您获得11名最强雇佣兵王作为教练，您获得军校11大系别称号，给您招收的每个系学生冠名以上称号，所有学生永远视您为主人，誓死追随。这个大礼包是真的给力啊！这么看来，好像办军校也挺香的。半个月后，华国天海市的郊区，一座占地上万亩的军校悄然落成。于军长，我军校开了，您这位地头蛇是不是得表示一下呢？据我所知，你们80军的仓库里可还是有一批单兵装备的，这些装备你们现在也不用，直接义务捐献给我们这新办的军校里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对了，于军长，我想给全校还配备一些81杠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喂，张旅，嘿嘿，我最近忙着呢，这不新办一军校。一上午时间，苏然连续打了7、8个电话，终于是将学校的各种军用设备整理齐全。苏校长，学生宿舍的新床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都到齐了，预计在3天之内可以安装完毕。各大系别的专业教室也都在陆续完成当中，1周之内可以全部交工。接下来是学校3个餐厅的情况，目前我们发出招商广告好几天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新学校，而且我们学校资质不行，所以确实没几个人会来这里。再多发几个渠道，实在不行我来想办法。这里是些学校军用装备的筹集名单，预计也在这几天到位，你让人盯着点。招生广告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在准备了，我这里有份草稿，您看看。苏然接过草稿看了看，微微摇头。很传统，也很老套。10个军校有9个都是在说为国争光。好的，我让人重新准备，到时候发您。不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我亲自来做。现在距离招生火爆期还有不到半个月，剩下学校里面的其他事情必须加快速度完成。好的，苏校长。秘书离开之后，苏然坐在办公室打开了电脑。现在既然做到这个位置，那就以一位校长的身份，让我的军校辉煌起来吧。同学，你想碌碌无为的度过一生，还是想让你的人生和国之重担挂钩？如果你受够了自己的平平淡淡，如果你受够了每天在填志愿时候的纠结，也在担忧自己的专业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，那就请来星辰军校吧。在这里，我们会让你做真正的军人，有真正的担当。做完这一切后，苏然将原稿发给了刚才的秘书。恐怕光是这份招生广告发出去，我们学校都能引起无数人的关注。苏校长真的太让人惊喜了。小苏，没想到咱退伍这么多年还能回到训练场上。我来的时候看了一圈，这学校真的太大了，恐怕在整个华国都没第2所。作为一个炮兵，我没想到小苏这家伙竟然能把80毫米、120毫米榴炮，还有122毫米榴弹，甚至还有一门双管35毫米高炮全都集齐。我特么以为回到部队了，这都不叫事。我刚才特意跑去飞行训练那边看了，他把训练机场都搞出来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竟然能拉过来一架歼十啊！这只是刚刚开始，更多的还在后面呢。喂，老头，什么事啊？知不知道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接到了多少投诉电话？这可不怪我，整个华国每年毕业几百万学生，他们招不到人，还怪对手竞争力太大。你个臭小子，背着我和你爸的名义给你学校要了那么多东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现在整个军府全都以为你这个军校是我和你爸搞的，大家都在打电话问我们俩呢。接下来你的一言一行，说小了是关乎我和你爸，说大了那是关乎整个华国的军队脸面，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军队在背后支持，你懂吗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这个背负军队脸面的人可能还想跟你提个小小的要求。未来我这个军校可能不只会培养人才，还会研制一些军用武器。您说这个研发资格和费用，您会不会帮我解决一下？研发军用武器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？这些没头没尾的事情到时候再说。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放心吧，老爷子，都记住了。苏校长，招生办那边送来了目前我们学校招生的情况，您先看看吧。这个数据我们都被吓一大跳，仅是第1天就有5000名学生填
连报了星辰军校，接下来距离招生截止日期还有半个月，招收15000名学生绝对是没问题的。看来领取系统的3个奖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苏校长，目前外界最大的呼声就是让我们学校继续扩大招生规模，因为15000名的学生还是太少，只收15000名，人数够了我们就不要了。您是担心我们学生住不下吗？我倒觉得学校东北角那块地……他话说到一半，才发现苏然盯着他。对不起，苏校长，我爷爷是部队大佬，父亲也是将军，可我不仅不去部队发展，反而开启了军校。开学第一天，我便给新生一个下马威，所有学员都有目标5公里拉练，立刻出发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凤系这边所有新生都有点傻眼。阿勋，我这行李箱咋办呀？咱还没去宿舍呢。还去个屁的宿舍！很明显，学校是故意要给我们下马威，把行李扔掉跑。郑勋第一个跟着队伍跑了上去，大飞看到这情况，把行李箱扔下冲了上去，后面其他学生也都模仿着，将行李一个个全都扔下，跟着队伍狂奔起来。这个学校总算是有点生机了啊！苏校长，第一天来就高强度的训练，会不会让学生们有抵触情绪？李主任，你多虑了，没看到这些新生们一个个都很激情吗？而且我刚才说过，从进入学校这一天开始，他们就已经是一名战士，所以以后请不要称呼他们为学生。我说的战士只是称呼上的，他们现在顶多就是学员。马丁内斯，你们的战士是蜗牛吗？让我看到你们的速度！所有系都听到了吗？校长不满意你们的速度，立刻给我加速！在战场上你们这样跑，全都成尸体了。新生们一个个全都开始狂跑，有的还没来得及把书包扔掉，也有的甚至还拉着自己的行李箱。皖系所有新生，我提前说明一点，如果有人落队，整个系全都给我加倍跑。庞大的队伍在路过学校大门口的时候，外面等候的家长们早就激动起来。这怎么刚报完名就开始训练起来了呢？这就是军校，人家训练方法跟我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。我儿子在家都不怎么锻炼，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。我女儿也是啊，那身材都吃得比我也胖，还能跑得起来吗？跑步的新生们则是一个个气喘吁吁，仅仅是从操场跑出来，很多脆皮大学生们就已经开始大喘，更不用说是要跑到山上开始越野拉练。阿勋，我感觉我快坚持不住了，这跑得也太快了吧！你小子别丢脸，这才第一天，先把呼吸调整好，继续跟着跑。今天5公里我感觉都呛，但学校要的就是我们的态度，尽力而为吧。大飞回头看去，果然整个队伍里面，所有新生全都和他差不多，而锦系这边有个短发女生却冲在第一个。此时在越野车上，苏然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短发女孩。看来还是有不错的小菜鸟嘛。你们真的让我很失望，这才刚开始就这么废，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，能冲到山顶的今天能提前吃饭，后面的人接下来的训练给我加倍。随着苏然一声令下，所有系的新生们全都仿佛有了目标，一个个红着眼睛，加快脚步往山上冲去。随着越野车向山顶继续进发，不远处一个身影正在缓慢地向山顶而去。此时的郑勋也是到了强弩之末，拿瓶水给他。谢谢苏校长，我一定可以，我一定会成功，我一定要做星辰军校最骄傲的战士。郑勋这小子最后基本上是跟着越野车跑到了山顶，还有其他几个系的一些身体素质不错的新生也一一出现在了山顶，直到晚上8点，所有学生才全都来到了山顶。今晚得分最高的系一会最先吃饭，接下来每天的训练都会实行这个规则。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不服气，但请记住，这里是军校，不是你以为的上大学之后就来享福的地方。马丁内斯，安排好接下来的一切，今晚吃晚饭，先把纪律让他们好好背一背，然后正常休息，给这些小菜鸟一个幸福的晚上。哦，忘记说了，今天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你们的训练还会加倍。如果现在有人想退出，立刻在下山之前登记离队，做逃兵不丢人。说完这话，苏然坐着越野车离开了。怪不得能培养出这样的后代。苏校长，李家是从李英父亲这一代才开始从商，估计这孩子从小也是受到军人的熏陶才锻炼的身体素质很不错。进入星辰军校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开始。我甚至更喜欢那些喊着要放弃的新生。你不觉得废柴流或许更有意思吗？给军械库那边打电话问问，明天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让他们严格检查几遍。另外告诉食堂，今天帮我们站岗护卫的那一个团战士要好好对待，最高伙食标准。接下来这段时间还要靠他们维持秩序。当所有新生吃饭结束后，马丁内斯让人开始发放东西。熟悉军事的郑勋第一眼就看到步枪，我最喜欢的国枪啊！真没想到咱学校竟然这么豪横，直接每人一把。虽然里面不是真子弹，但这东西抱着就是舒服啊！快，阿勋，先给我拍张照，必须得在朋友圈和抖音嘚瑟嘚瑟。我劝你别违反纪律，刚才那手册发下来我就看过，里面明确表示，学校的军用器械全都不能在社交软件上发布。所有人拿到装备立刻进行检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单兵装备要做到不离身，不能损坏，否则按照军规惩罚。接下来每个系的教官和辅助教官开始给所有人讲解佩戴装备。与此同时，苏然正在应付自己那便宜老爹，1万套军用扇兵装备，还有1万多支步枪。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敢跟于军常调过来的。现在1万多人都有枪，你能看得过来吗？要是出事，你小子逃不过军事法庭，知道吗你？放心吧，我会
会注意的。苏然挂断电话后，立马又给马丁内斯打了过去。明天的训练计划稍作改变，直接跳过1周实验期，进入严格训练期。苏校长，您是想加快训练计划？这样一来，这些小菜鸟会坚持不住的。我知道，你可以把每天的训练时间缩短，剩余时间开始挑选新生和考核他们的天赋，进行专业化分组。我想尽快将队伍拉起来，让我们学校成为一支正规化的军队。除了普通的陆军兵种之外，再给我分出一个科研小组来，这个我有大用。在我举办的军校里，所有学生我都当成新兵一样训练。大早上我就拉响警笛集合。所有人，距离集合还有1分钟，迟到者今天训练加倍。随着命令的下达，所有宿舍楼里的新生全都着急忙慌地穿衣服。谁看到我皮带了？谁特么看到我皮带了呀？不是大哥，你别抢，这是我的帽子。而此时，无论男生宿舍还是女生宿舍，这一刻都宛如是过年回家的绿皮火车。郑勋来到大飞宿舍，看到还在呼呼大睡的兄弟，真是恨铁不成钢。大飞，你特么还睡？训练2倍，我看你是想被练废。宿舍都空了，这群畜生太可恶了吧！都不知道叫我一声。你自求多福吧，兄弟，我自己先下去。整整半个小时，好样的！看来你们对时间的概念完全没有一点，那就让我好好给你们上一课。所有系迟到者开始2倍加训，先去操场集合。拉练开始后，5公里越野，所有迟到者2倍加训。跑步完别准备吃饭。随着马丁内斯一声令下，各大系的新生全都面如死灰。迟到者5公里，相当于是跑15公里。阿勋，我怎么办啊？15公里，我5公里都费劲，这不是要我命吗？爱莫能助，尽力而为吧。片刻之后，所有人在操场上集合。苏然缓缓走上主席台，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。几乎是苏然刚刚上台的一瞬间，整个操场上万多人唰的一下全部立正，大家全都很认真地看着苏然，面色中更是流露着激动的神情。如此神奇的一幕，直接让周围所有教官还有苏然曾经的那些老兵都看傻。不是，小苏这什么情况？为什么这些孩子们看到他这么尊敬？是啊，昨天我就发现了，这些新生大部分都很矫情，今天早上训练也都没睡醒一个个，可怎么见到小苏一下子都精神起来了？你们没发现小苏上台之后，整个人气质也变得不一样了吗？我想这大概就是领导者的气势影响吧。好像还真的是，不过这些孩子们确实也不够意思，怎么遇到我们这些教官就表现很一般，遇到小苏瞬间就满血了？废话，你能和校长比啊？相比起苏然邀请的这些老兵们在好奇之外，那11名外籍雇佣兵总教官就好多了。因为在这些人的意识里，苏然就是他们最高的领导，所以眼前这些战士对苏然的尊敬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各位，昨晚应该睡得还香吧？需要告诉你们的是，这可能是你们最安静的一个晚上了，因为你们在昨晚已经和曾经告别，成为了一名战士。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将我给你们制定的计划一一完成达标，成为最完美的战士。半小时后，再次按照系别开始浩浩荡荡的拉练越野。这次拉练和昨天还不同，昨天大部分人全都是轻装，但今天所有人都已经拿着步枪，背着各种设备重装拉练。很多新生还没跑1公里，就开始气喘吁吁。苏然坐在越野车上，看着这些生涩和痛苦的面具，嘴角却露出一副很残忍的微笑。我看网上对我们学校的训练都挺好奇，你让宣传部那边好好记录，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来到我星辰军校，你的学费绝对不是白交的。明白。还有个事情，联系设计单位，东北角的那块地我要投入使用了，设计一个庞大的军用武器科研场所，到时候会有军队上头的人下来指点，你只管联系设计单位就好。科研武器单位，苏校长，咱不是军校吗？怎么连科军事科研单位的活都抢了？赵秘书，你的问题还是这么多。对不起，苏校长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军用越野车缓缓开了过来。不知于军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这次来是带命令过来的。最近星辰军校在国内名气越来越高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军区内也不下少数。当然，这些声音都是正面的，毕竟苏老爷子在替你压阵，大家都给了他面子，这一点你要懂的。但上面的意思是，名气高不能虚高，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事。年底考核，我会交一份完美的答卷，让他们都看到的。太慢，上面现在给你的这份文件，就是要让你配合仰视，搞一场全国性的直播。直播什么？当然是直播你们训练呀！星辰军校现在这么火爆，上面很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，你不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到时候还能让你的星辰军校名气再大一些。目前我们的训练是常规性的，可以直播，但如果是到了后面开始真正的军事集训，还要直播的话，恐怕有点不太合适。那就先定1个月吧，我来安排所有事宜，你就让大家正常训练。我现在对这些新生不太好奇，反而对你手下那几个外籍教官挺好奇。托一个朋友打听过来的，每个月佣金很贵的。这次和仰视联名搞直播，到时候广告商可以多招点，我想分点钱。别想了，先不说这种节目有没有广告商，就算有，也轮不到你来拿。咱天海市军政财务这2年也挺紧的，就当是我赞助你这批步枪的费用。大哥，办军校很烧钱的，你可以打报告和苏将军申请呢，顺带帮我也要一点，我那一个团的人都帮你站岗放哨呢。你别闹，站岗的事情是我家老爷子下的命令，你有本事违抗一下。
我不姓苏，那什么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仰视直播那事情你好好准备准备，不出问题的话，明天可能就会过来考察。好吧，对了，老于，实弹我这边也不多，你多给准备一些点，为了直播效果，也为了我这批人能训练出来，到时候第一个便宜你们军区。于天龙无奈的摇摇头，他总感觉和苏然见面肯定会不知不觉的少点东西。10分钟后，苏然在召集人员开会，接下来的训练不仅要保持水准，甚至还能再稍微往上提一些，因为星辰军校接下来是要让全国人检阅的。苏校长，您可能没有仔细去想过，军校一直都是以合理训练为主，但我们目前这个情况好像是有点太超出范围了吧？我不觉得，你可知道我要打造的是国内最顶尖的军校，它的毕业考核率是在70%以上，甚至更高。这些人到时候都是会有军衔的，他们会分配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单位里面任职，所有在座的教官全都会给他们上各种专业知识课程。这4年毕业，我能保证让他们在所有军队里是最顶尖的战士。所以你觉得我现在的训练计划超出范围了吗？可70%的考核率，1万多人，这样的训练，我怕很多学生坚持不下来，而且到时候我们会遭到学生家长的反对以及投诉。这里是军校，在进来之前，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就已经让他们签署了协议。如果有学生家长觉得我们是在虐待或者对他们孩子有什么伤害，那完全可以带走，我也不会阻止。星辰军校要的是战士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。只因我举办的军校太过于强大，竟引来无数军方大佬关注，就连著名电视台都来现场直播。可刚开始的紧急集合就有人迟到，小鸡巴、王八蛋2人迟到，15公里拉练越野，1小时军资立刻执行，跑不完不准吃早饭。迟到惩罚15公里，双倍呀！这比我们那会新兵都猛的。真没想到星辰军校如此严格，普通军队也没这么重的惩罚，但是好像看他们的样子已经接受和习惯了，所以看得出来星辰军校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。看来今天早上大家都很清醒啊，不错，这才有点我星辰军校的风采。今天我们和仰视的直播已经开始了，大家争点气，让全国的网友们都好好看看星辰军校的训练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下一刻，新生们扯着嗓子开始努力回应，呦，一声声呐喊，不停的在操场上回道：苏校长出现了。看得出来，所有新生对苏校长是非常尊敬的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星辰军校的特例吧。刚才观察大家，我能发现每个新生眼中对苏校长的那种尊重，确实是发自肺腑的。我在军队里待的时间不久，但我曾经听我的连长说过，一个队伍里如果领导能服众，那大家的态度是很直观的，而且这个队伍绝对能获得优秀的成绩。而与此同时，苏家老爷子也看起了自己孙子的军校直播。这小子到底还是让这支队伍有点模样的。现在网上对他的称呼全都是苏校长，真没想到不久前还没长大的小然会成长这么快。别高看他，现在只是个起步，至少要等半年考核的时候再看看情况。走吧，去开会研究研究最近兵器科学院那边提上来的几个新武器研究方案。此时在星辰军校内，所有人前往餐厅吃饭，但迟到的肖鸡爸、王八蛋却可怜兮兮的背着装备前往山上开始拉练越野。仰视节目这边则是带着镜头和大家一起前往餐厅观摩新生们的早餐。一番观摩下来，直让躺在被窝里的网友们都流起了口水，只因为星辰军校的早餐太过丰盛了。邓参谋长，我只在一个部队待过，不太了解，难道咱国内其他军队或者军校都是像星辰军校这个标准吗？你想多了，这只是星辰军校的特例，我走过好几个军区，也都没这种标准的伙食。至于军校，那更是没这种标准，只能说苏校长为了让新生们吃好喝好，这一点做的是非常好。我刚才听一个同学说，他们的伙食费好像都是统一标准交的，每个月只需要800块，也就是说多吃不补，少吃不退，如此算下来，真的很划算啊！真的假的啊？800块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？那啥，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问问星辰军校还收不收我这个往届毕业生呢？苏校长，你要不还是多说点吧，不然星辰军校万一1年倒闭了，我们都要哭死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星辰军校的后山，这是他们每天最日常的训练，5公里越野拉练。5公里越野是军队对新兵的训练计划，而不是军校对新生的。现在星辰军校起步就是5公里，我只能说苏校长是真的拿自己的新生当新兵来练的，能在这样环境下训练出来的新生，绝对也是最强的。此时已经来到了早上8点，这一刻直播间的人数直接飙升到了2000万，而直播间的镜头看到了山上的2个倒霉蛋，肖鸡爸和王八蛋。这2个家伙从集合后就开始被惩罚上山拉练，早饭都没吃。而此时在华国电子集团公司里面，助理拿着一个手机走了过来，肖总，你看看这个，是不是那臭小子坚持不住了？我早就说过，他不是当兵的那块料，前2天还让他妈去学校接他，真是丢脸。下一秒，当肖鸡爸老爹看到里面内容后，瞬间脸色僵持。这学校太不近人情了吧？早饭都不让我儿子吃，你把他们学校校长电话给我，我亲自问问他为什么要定这么严格的纪律。我儿子是剧毒
军校，不是去受虐。没一会，肖鸡爸老爹给星辰军校那边打去了电话，接电话的是教务处的那位李主任。自从节目直播开启后，很多家长都看到了学校里的残酷训练。此时听到有家长痛斥星辰军校，而且还准备去起诉学校时候，李主任完全没带怕的。不好意思，家长，我知道您现在的心情，但学校的军训都是按照部队严格审核过的。您的意见我会上报，如果您意见实在太大，也可以给您家孩子商量，我们会为他办理退学手续。肖鸡爸老爹听到这话，差点气得摔了手机。不就退学吗？我们这就办，我们不读了还不行吗？一个专科军校而已，真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挂断电话后，肖家公司出现一个人，军工李家董事长出现了，此人也正是李英老爹。李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是不是也听说星辰军校的事了？李总，你放心，您女儿和我儿子都一样，他们在星辰军校的委屈我们一定要拿回来，让那个校长亲自为我们道歉。真是愚蠢！你儿子在军校训练，他都没喊苦，没喊累，非常热情的去训练，你们却在这里为他们开脱，甚至还想让他们回到温柔乡，继续祸害家里的钱，做一个废物，对吗？顺便再说一句，你们受不了可以让孩子退学，但千万别惹到这所军校，因为它背后的能量不是你们能承担得了的。苏校长一上午已经有上百个电话打来说，我们的训练太过严格，把这些学生都给统计一下，下午我给他们再上强度吧，不想读就给他们办理退学。现在我们补录也来得及，他们不想读，我们也有的是学生。这样的训练室绝对是专业特种兵级别的，普通部队上都没有。固定靶位、移动靶位、祈祷靶位，100米、150米、200米等等全都有。甚至还有高科技模拟训练系统，就连日常休息区也都占地面积这么大。我只能说，星辰军校的这座枪械设计训练室绝对是华国数一数二的。星辰军校是真的帅啊！这个训练室竟然能做到如此专业，邓参谋长能如此夸奖，所以说明这座训练室的含金量。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苏校长是什么身份，资金也太充足了，竟然能把一个训练室整这么专业。所有人按照系别开始列队进场，个人枪支全部上交，并领取训练枪支。训练枪支2人一组，每组1枪，每枪20发子弹，实行枪弹分离，所有枪支实名登记，出现问题组员负责。马丁内斯的命令下达后，所有系按照队列开始缓缓进场。不是阿勋，你小子闭着眼睛嘀咕啥呢？马上给咱领枪了，你不开心吗？我不想和你一个组，所以心里祈祷。太伤感情了，我特意换位置跟你站一起的。你了解这些枪最多，一会好好帮我，否则我跟你绝交。我太难了，希望一会跟着你别受罚才好。郑勋、刘大飞，第8组。随着教官一声令下，一把擦得明亮的955步枪递到了郑勋面前。谢谢教官。郑勋满心欢喜地接过枪，可下一秒他立刻感觉到不对劲，这把95好像重量不太对。他低头看去，这才发现这把95枪柄下面有好几块重重的磁铁，枪身上面还增加了配重款。怎么样，阿勋，这枪帅吗？来，我看看。大飞拿过来准备抱一抱，然而刚接过枪的他差点闪了腰。不是95都这么重吗？别吓我啊！郑勋无奈看了看不远处其他领到枪的学生，基本上所有新生全都是2个人抬着一把枪。完蛋了，今天胳膊要废。所有系领枪结束，接下来按照各自场地开始训练。我们现在看到所有新生已经组队领到了枪和子弹，接下来好好看看星辰军校教官是怎么训练新生的。大家都注意到没？星辰军校新生们领取的枪械是95自动步枪，这种枪我非常了解。按理说新生拿着重量应该还可以，可是现在大家请注意一下，所有新生拿到枪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往下沉，好像这支枪特别重。邓参谋说的没错，我在军队里打过枪，感觉应该没这么重。刚才还以为是现在的学生身交体弱了呢。绝对不是，我刚才注意到有的新生把枪抬起来，发现下面有好几块黑色的东西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就是配重块，很可能是苏校长为了让新生训练特意加上去的。众人和摄像师一起来到了串系旁边的训练场地，经过教官同意后，吴京率先接过95，可立刻他的脸色就变了。这95什么时候变这么重？差不多和一把重机枪一样了。邓杰则是仔细观察了这把枪的构造和下方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枪身上加了配重块，每把枪估摸着有10几块的配重。按照常理来说，一把95是3.25千克，可是现在看这把枪的配重至少已经达到了20公斤。下午好啊，我的同学们！几乎是同一时刻，所有新生全都宛如注入新的活力一般，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上面的苏然。我想所有人都对枪械有抵挡不住的诱惑，所以我特意给大家把枪械训练课程提前，让大家开始接触。毕竟你们每天抱着一把打不出子弹的枪也挺别扭。不过我事先说好，虽然给你们枪弹分离了，但我还是给你们这群小菜鸟一组配备了1名职业军人。接下来你们的每一步举动都在他们眼中，他们的枪可没有枪弹分离，所以我警告你们也别做什么傻事。开始吧。接下来进行第1步持枪姿势规范与训练，奉系所有人全部抬枪。随着马丁内斯一声令下，所有拿着枪的人全都咬牙抬起双臂，将枪缓缓举高。不到1分钟，
所有人举着95拳都长得面色通红，额头开始冒细汗，很多人都累得抬不起胳膊。可是，在教官的一声声呵斥中，硬着头皮再次抬起。虽然我从小学武，但当初在部队也不是这么训练的，否则我也受不了呀。邓参谋长，这种训练方式真的管用吗？普通军队应该不会这么训练吧？普通军队配重也有，比如掉一些砖头或者啤酒瓶什么的。可是和星辰军校的这种配重块相比，真的差太多了。当然，这种训练方式肯定也不会把人练废。我们可以观察到，所有教官会让新生3轮一组的来举枪，每一组大概是3分钟，这样既能保持人身体的肌肉练习，还能让普通人的肌肉和耐力更好的去适应这种高强度的重量。我曾经参加国外军事大赛时候听说过，他们就是用的这种训练方式。哦，对了，那是一支国外的知名特种兵部队。今天上午给教务处打电话的那些家长名单都统计出来了吧？都出来了，已经按照你的吩咐给所有教官发放下去了。听说你们下午训练都很刻苦，但不好意思，有些事该算账还是得算的。今天上午就在大家热情集合5公里越野训练热血澎湃的时候，竟然有上百位神通广大的家长给我们学校的教务处来了电话。电话的内容呢，是家长们通过仰视直播看到他们的孩子非常疲惫可怜，觉得我是在虐待你们，所以他们准备起诉我，让我这个军校校长下岗，并且接受法律制裁。此番话一出，整个训练室所有新生全都安安静静的屏住呼吸。说实话，在听到这些反馈和举报之后，我没有丝毫慌张，甚至还想笑。你们要明白，这里是军校，我在这里提前和大家说，也和广大看直播的家长说一说，接下来你们的孩子会遭受更加残酷的训练，甚至你们这辈子都无法想象的残酷。现在你们扪心自问，长这么大，你们的父母有为你们骄傲过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想争点气，给他们好好看看吗？想。既然如此，一会点到名字的人继续家训，其余人回去吃饭整理内务。开始点名吧。不得不说，苏校长是真的会教导人啊！如果是别的学校，恐怕家长们的投诉很快就会得到接纳整改，但苏校长却用这些投诉和反馈整理成学生们的动力，真是让人赞叹。这种管理方式确实是独具一格。现在那些即将被点到名字的学生，全都会将怨气化为动力，开始很认真的训练。我在部队这么多年，也是第一次遇到苏校长这样的做事方法，非常佩服。现场枪械训练室内，11个系的各大教官已经全部拿着名单，开始一个个念名字，整整150个新生全都有些尴尬的站在现场。凡是点到名字的人，加训2个小时，自觉执行，完事将枪械统一上缴。各系教官让所有新生全部解散去吃饭，就连教官都没留下。然而即使没有人监督，这些新生也非常自觉地拿起枪械，开始做着端枪的姿势。肖鸡爸和王八蛋更是自觉的可怕，拿着枪直接站在原地，面色无比坚定地看着前面。爸妈，你们的儿子长大了，我不会让你们看不起，绝对不会。训练室里虽然没有其他人在，但仰视的上万个摄像头却早已经分布在了这里。我爸妈以前也是这么对我，做什么他们都很担心，什么都害怕。如果我那时候遇到星辰军校该多好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学校。我们华国需要星辰军校，也需要像苏校长这样的人物。他这是在拯救更多沉浸在欢乐和溺爱中的少年们。苏校长，这是科研所的图纸，已经全部完善，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苏然简单看了一番之后就拍板直接开工。下午的家训顺利吗？非常顺利，150个学生全都很自觉认真的完成了2个小时的家训，而且很多被点名的学生家长来电和我们道歉。呵呵，道歉没必要，我还想感谢他们呢。接下来科研所那边的任务比较重，你去盯着吧。我只要一点，就是把工期给我加快，资金的事情别担心，随时和会计那边提就行。可是苏校长，你身边没人，我又不是小孩，天天要人照顾，把科研所搞好，我给你加钱。好吧，那苏校长，你记得按时睡觉，按时吃饭，我把东西都给你整理好，你需要我。好了，先出去，我要开始锻炼。赵秘书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嘱咐，但苏然就已经将他推出了门外。怎么好像比我妈都唠叨呢？喂，母亲大人，说说吧，都多久没回来了？你也知道，最近确实很忙。果然是你们苏家的种，说话都一个口吻，不回来就不回来吧，反正也能在电视上看到。在部队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我儿子现在这么有出息。部队学到的是本领，但这智商还得是遗传母亲大人的。行了，就你嘴巴甜。今天部队发生的事情，我跟你爸说了，他已经帮你把那些消息压下去了，网络上没人会去议论你，而且这和你自己后面的补救也有关系。而且这些人敢给我儿子压力，就他们有儿子啊。我开的军校一夜之间招了10万人，普通步枪才7斤重，而我却让新生端着40斤重的步枪训练，只因我要打造100万最强战士。所有能坚持5分钟的学员可以开启下一步训练，没有达标的学员，每天时间是留给你们自己的，自己可以过来加训，因为我们的训练室是24小时开着的。但我只想告诉你们，1个月之后会进行基础考核，如果考核不达标的人，等待你们的只有去别的专科院校。命令下达后，所有人都一股脑地扎进了枪械训练室。大飞这小子昨天很幸运，没有被名单选中，但此时这家伙却也表现得非常认真。郑勋配重持枪，5分钟达标，可以进行下一步训练。紧接着，其他系的几个人也一个个被宣布可以进行下一步训练，其中就有李英，虽然是女生，但这丫头的力气却也是大的可怕。
此时此刻，训练室的观景台上面，各位看着你们的队友成功，而你们却遥遥无期，你们不觉得自己是个拖累吗？所以现在好好拿起你们的枪，给我咬牙挺过来，别做一个拖油瓶，让你们的队友寒心。每个训练室里面，那些没有通过第一步的新生，一个个脸上全都露出惭愧的神色。苏校长又开始上计谋了，这一招真的太管用了。那些优秀的新生完成第一步，但和他同组的却依旧没有完成。那么接下来带着惭愧和自责，他一定会好好训练的。训练新兵确实也是讲究一个计策，我们才到1天多时间，就见识了苏校长的好几种手段，就算是军队里面，这些计策都值得学习。与此同时，训练室里面，大飞已经胳膊发抖了。行了，别练了，休息一会。我不能停，我不想拖你后腿，兄弟。这都是苏校长的激将法，我们身体素质不一样，你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我不着急的。另一边，锦系的队伍里，消极霸已经顺利完成了，而王拔丹却还在苦苦坚持。不用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坚持不了5分钟。王拔丹再次抬起枪，然而下一秒，枪直接摔倒地上，王拔丹垂着胳膊跪在了地上。锦系教官莫龙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边情况，他急忙跑了过来，蹲在地上查看王拔丹的双臂。肌肉拉伤，未生源，快过来拉他去医务室。听到莫龙这话，王拔丹立刻急了：教官，别让我离开，我还能训练，我不想离开，我可以的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可以，我还想训练。别废话了，先去医院检查检查。就这样，王拔丹被医务人员抬走。苏然早就在台上看到了这一幕，但他没有任何表示，因为这种突发事件对他来说再正常不过。不错不错，这小子的毅力确实被激发起来了。肌肉拉伤，这孩子训练也太刻苦了。他就是昨天被留下的那些人里的，看样子是急于证明自己。邓参谋，苏校长这样的训练方式虽然管用，但同样也会造成这种后果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呢？在我们普通人眼里，受点小伤就会非常焦急和担心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在军队训练时候，你不流汗不刻苦，到时候上了战场，等待你的将会是死亡。所有部队新兵训练每年都有受伤的，难道受伤后他们就会怪上级，怪训练模式出了问题？确实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军校和当兵是一样的，更何况是星辰军校这样的学校，这点小伤对于新生来说再正常不过了，所以我们都不必恐慌。不出1周，这小子就能再次出现在直播间里面了。此时在直播间里面，所有人都很赞同邓杰的言论，说的没错，当兵参军受点轻伤是难免的，如果这都受不了，还当兵干什么？不远处，大飞也看着这一幕，不由得放下手里的枪，因为他今天的训练也非常刻苦，双臂早就出现不适应了。兄弟，这事情不能急于求成，还是好好休息吧，要不然真像他一样，你暂时都训练不了。听到郑勋这话，大飞只能默默点头，但心中却暗自发誓，一定要尽快将自己的训练给提上来。既然一次不行，那自己就多来几次。刚才教官不是说过吗？枪械训练室24小时都开门，这完全就是自己的机会。我只是拿出了一份计划书，却直接震惊了全部军方大佬。我的将军爷爷更是连夜召唤我，只因我要研究最强大的坦克。臭小子，我同意你开办，但你要告诉我，猎鹰坦克你只是构想的，还是真的有把握能做出来？100%的把握，只要科研所的许可证下来，不出半年您就能看到样品。很好，大胆去做吧，爷爷会帮你的。第2天早上，国家那边的通知命令就下来了，同时还拨了300万的工程启动资金，接下来每个月都会为这个工程下拨部分资金来维持。怎么样，赵秘书，我没骗你吧？苏校长放心，接下来我会让施工队加班加点，保证尽快将我们的科研单美完成。别光追速度，也要注意质量。你去工地那边吧，我先去看看今天那些菜鸟们的训练怎么样了。各位观众，大家现在应该能感觉到5公里越野的可怕了吧？我们只是跑了1公里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因为星辰军校的5公里拉练越也是从山下往上面跑的，整个道路坡度虽然看着不太明显，但当你跑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有多累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还是轻装跑的，但大家现在看到的军校学生，他们全都是重装前进。所以说，这5公里越野真的是每天睁眼的第一大噩梦呀！随着镜头看去，11个系的学生此时全都整齐的排着队，刷刷的往上面前进。你们大早上的都是蜗牛吗？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，你们没有一点活力。我星辰军校不希望有这样的人存在。所有人听令，目标2公里后的山顶，不要列队，全部给我冲上去！几乎是苏然这边话音刚落，所有人全都咬着牙往山上冲了上去。上万名新生宛如疯了一般，全都嗷嗷叫的冲向后面的山顶。我没看错吧？他们竟然在冲刺，他们还哪里来的力气啊？而且我调查过，这个山的坡度是越到后面越大，到这时候还能冲刺，看来苏校长的激励真的太管用了。半小时后，11个系的新生基本全都在山顶集合。5公里越野结束后，下午就是正常的枪械射击。所有人，恭喜你们都能进入第2步枪法射击的训练课程了。说实话，我很不看好你们这群小菜鸟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你们还没有从新兵那2个字里走出来，现在顶多是在完成一些我交给你们的任务，但那又如何呢？即使你们是小菜鸟，但来到了星辰军校，每一次的训练都会让你们这些小菜鸟感受到不同。只要你们肯下决心，也能练出你们的枪法。此话一出，所有新生全都满怀信心的鼓掌。苏校长的每次讲话都值得我们学习啊！好像刚开始是在鞭策，但到后面直接就开始给你足够的信心了。这时候足够的信心确实很重要。射击这门课程和别的不同，心态如果不稳，射击成绩肯定不会理想。射击训练是你们在军校必学，而且必须要优秀达标的一门课程，所以在接下来训练中，学校会根据你们的射击成绩进行短期考核。如果考核不达标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军校依旧会予以劝退。所以我在这
这里也希望大家认真去学习这门课程。现在训练开始。不对呀，我们都要开始射击课程了，为什么枪上的配重还不减？这会影响到以后射击手感的。旁边郑勋抬头环视一圈，发现所有系的教官全都没有这个意思。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别乌鸦嘴了，我虽然不太懂，但枪械射击要是还带着配重，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开枪射击。接下来，你们所有人都会收到一个红外线激光笔，在1分钟之内将这支激光笔安装在你们每个人的枪械瞄具上面。第2步训练课程的内容就是继续持枪，并且给我盯着500米之外的目标。怎么盯着呢？用你们枪械上的红外线给我瞄准了，不能偏离。而且在这次持枪过程中，你们还要面对教官们的随机提问，这些提问里面包括军校的铁技，以及你们身上枪械和装备的一些理论。要求就是做到一心二用。如果有人在这期间回答出错，或者是回答问题时候枪上的红外激光偏离目标，你们整个小组将会接受惩罚。此时500米外立起一个指甲盖大的铜板，这铜板用红绳挂着在空中晃荡。邓参谋长，这种训练方式你见过吗？很特别，从来没听过哪个部队用过，应该是苏校长他们或者是教官们想出来的。但这种训练方式确实很巧妙，它能提高新生们的耐久力、专注力，还有对目标的把控力。不过现在说这些都很早，我们还得看看到时候的成效。我知道大家现在对这种训练方式存在好奇和观望态度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用我这个训练过来的人给你们展示展示。所有人，射击过程中对目标的把控不是用肉眼，而是要用心。莫龙，500米移动靶。